美国国务院声称中美在阿富汗有共同利益，其实美国人眼神如果足够好，中美之间在哪儿找不到这个共同利益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罗小飞。根据美国国务院，就是美国时间8月4号发布的消息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内德普莱斯当天表示了，说他们非常支持阿富汗进行内部对话，只有通过外交手段才能达成持久的和平嘛。这也是美国跟中国存在共同利益的领域之一。而且中国不是和阿富汗塔利班也进行了高层对话吗？这一点美国人也表示欢迎。他们表示中国人也认识到了这一点，所以中国发表的相关声明跟美国人所表达的利益一直是非常一致。这个新闻挺有意思，我看了看某个网站下的评论区很多网友对此表示不理解不接受，说中国跟美国怎么可能有共同利益存在呢？我觉得这些朋友考虑问题可能稍微简单了一点。那么中美之间有没有共同利益？还真有。而且说起来历史呢挺悠久，如果不往远了算到二战，算到抗日就太远了不说了，我们说冷战期间就可以。冷战期间美苏争霸，中苏关系紧张，你说有没有共同利益？中美之间都要面对的共同敌人那就是一个苏联嘛，所以肯定是有一些合作的。那个时候呢，就有了中美的蜜月期和中国与西方的蜜月期。至于说阿富汗地区呢，阿富汗战争1979年开打嘛，美国就认为中国有可能是合作伙伴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美国电子游戏《使命召唤》，我忘了是哪一集里边有个场景嘛，就是主人公要跟一个中国军官接头合作，场景就是阿富汗。当然呢，这只是个游戏，有没有真实背景，那等吧，看以后两国政府怎么自己说。倒是台湾呢，当时盼着中苏能够为了阿富汗打起来，还在喀布尔大街上故意在苏联人门口扔人民日报，打算引起苏联的敏感，不过苏联呢也没上当。再往后呢，中美两国在反恐方面，在情报信息合作方面，在技术方面都有很多的合作。而现在呢，美国说中美双方在阿富汗的问题上有共同利益，要的其实就是一点阿富汗和平和稳定。美国已经跟相关国家一起跟塔利班签了一个协议，美国最希望的就是跟阿富汗塔利班别再打了，自个儿能够顺利抽身，并且抽身之后也希望这个地方能够和平发展，不要再有战乱，因为只要再有战乱的话，就很容易滋生更多的反美武装，甚至是恐怖组织要滋生。注意我们这里说的是反美武装和恐怖组织，这两个名词可能是一回事儿，也可能还真不是一回事儿，我们用词要清楚。中国呢也需要阿富汗平稳下来，才能不干扰“一带一路”建设，而且呢还要通过阿富汗塔利班的配合，铲除阿富汗境内威胁中国的恐怖组织。特别注意，我们这里说的恐怖组织跟反美武装那就更不是一回事儿。所以有了共同的目标，希望达到共同的效果，即使动机不一样，也有可能合作，这就是斗而不破。国际政治呢就是这样，中美双方利益交错非常明显，所以中国一直强调互利共赢，团结合作。那么如果美国人要清醒一点的话，态度放端正了，不难发现中美之间还有很多的共同利益可以配合。比如伊朗核问题，美国老想制裁中国购买伊朗原油，何必呢？中国大量采购伊朗的原油，伊朗经济可以复苏，伊朗经济复苏走向稳定，才能不走极端，不走极端有了安全感，才能放弃核武器。而中国大量的采购了伊朗的廉价原油之后，生产成本降低，美国采购中国商品才能更便宜，对美国的通胀才能有缓解的好处。不能总搞成澳大利亚那样吧，铁矿涨价导致中国出口钢材涨价，不还是让美国买单吗？美国寻找跟中国合作的机会是对的，这一方面我倒希望他们勤快一点，尤其是拜登现在面对特朗普支持者的挑战，想内外两线同时作战肯定不舒服。特别是拜登应该明白一点，中国只想挣美国的钱，特朗普不仅要挣钱，还想要民主党的命。好，关于美国和中国在阿富汗的合作，我们今天呢就聊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